欢迎来到 Prompt Your Life 人生提示词。本节目由台湾大学教学发展中心及悦城南广告赞助播出。好，大家好，欢迎来到 Prompt Your Life 人生提示词。大家好，我是嘉安，我是佑兰。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是我个人还有身边很多 Z 世代的朋友平常都会讨论到的一个议题，就是在20几岁的时候呢，我们到底应该要早早的踏入一个领域，专精一个领域，还是说可以多方尝试很多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职位？那在切入正题之前，我还要先稍微介绍一下 Z 世代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或是在我们的科普文章当中会提到这个名词。那 Z 世代呢，其实就指的是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也就是现在15岁到30几岁的年轻人，就是所谓的 Z 世代。那 Z 世代其实一直都有，那只是说这最近会一直被提出来，是因为 Z 世代慢慢的进入了职场，然后前几个世代的人也慢慢发现说，原来 Z 世代看起来他们在职场上面的形态，他们就业的样态很不一样。根据一个111人力银行在去年的调查就发现说，去年的毕业生有50%已经换过了工作，甚至高达30%多的人已经换了第3份的工作。那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有点想不通，虽然我是 Z 世代，但我并不理解，就是即便我知道 Z 世代生长的这个年代经历了社交媒体、疫情跟 AI， 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照理来讲，面对动荡的环境，最好的策略应该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就不要再换了。那为什么 Z 世代还要不停的换工作呢？不停的更换工作，不是应该会让自己更难累积履历，然后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是不利的吗？我觉得刚刚嘉安讲到的我也很有感，因为我自己也是 Z 世代的一员，也是最迷茫的那一群人。但是我的感觉是，在动荡的时代，在 AI 的时代下面，我们很难找到真的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位置，因为自己的履历都还没有累积起来，或是还没有够认识自己之前，你并不会找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位置。但如果你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位置里面待了10年、20年，你就算到了50岁、60岁，你也还不会是那个位置也还不会是属于你的。所以最好的方法，或许是在每一个位置的累积上面，你都知道它只是一个跳岛政策的其中一个岛屿而已。那你最终要去的那个归属，它还没有到达，你还没有抵达。但是在每一个跳岛，你都会一点一点的累积你的技能，然后你会把这些可转移的技能带到下一个岛屿。那到下一个岛屿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原本在前一个岛屿的自己了，而是你拥有了更多的装备，你拥有了更多应对这个不确定时代的武器。那你在一次一次的跳岛过程中，你就会越来越找到更适合你的岛屿。所以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因为最好的东西还没有出现，所以就还在一直摸索，不断的尝试。没错。那所以是这样听起来的话，好像这个背后的逻辑是说，你现在不断的尝试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你会期待在可能到30几岁、40几岁的时候，你会尝试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吗？我觉得永远都不会有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状态这句话或者这个议题其实是一个假议题。对，因为你到80岁、90岁，你都还没有找到一个终点啊。可是你在这过程中，你也是享受这个跳岛的过程，你也是享受自己的装备、自己身上的武器越来越多的那种感觉。但如果你已经设定你未来就一定要有一个终点，你一定要在30岁结婚，你一定要在40岁当上某个很高阶的主管，你一定要在60岁拥有怎么样的成就，那你永远都在为那个目的焦躁，然后因为你永远得不到。但是如果你只是在过程中享受那一点一滴的累积的话，我相信会有越来越适合你的位置，而且不会有最适合你的位置到你的死前没有呼吸那一刻前都不会有，但是会有越来越适合你的位置，那你就会把它找到。但我自己感觉是说，比方说，如果现在你看到身边的朋友们，哇，你们朋友花社群媒体，哇，这个朋友又考上了某某的知名研究所啊，然后或者是说已经进到一个大厂、大品牌里面去工作，那你还在觉得说我转换不同的位置，然后如果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变得越来越适合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地方，那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焦虑？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感觉这种状态就跟创业很像嘛，就是一直在一个迷雾当中前进。那我在迷雾当中前进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子让自己感觉到好像我有在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应该怎么样调试自己的心态？刚刚问到了蛮多问题。首先是我这个创业的这个过程中，确实我觉得刚刚讲到的，会看到别人好像过得很好，这种社会比较一定是无处不在，但就无所不在的这样子。对，那永远都会看到别人好的一面。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自己去思考说，社群媒体上面大家呈现的一定是自己最好的样态，对，很难去呈现自己脆弱的一面。对。那看到这点之后，再回到自己，去为自己设定过程目标。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你永远只执着于那个最终的终点，那个光鲜亮丽的自己的理想的样貌的话，你在过程中只会一直的内耗，然后一直的去看见别人的好跟自己的不好。因为像我们的大脑就会把负面的事件把它放得好大好大，然后自己好的地方就变得好小好小。那我们永远就会活在一个很自卑的自己的状态里面。对。但如果你去设定过程目标，就比如说你画画，你的最终目标是可能要得奖，得一个很厉害的美术的奖，但你的过程目标是你专注在那一笔一画里面。那一笔一画，每一笔画都为你带来无比的喜悦。那就算你最后没有达到你那个最理想的样态，那又如何？你也获得了许多。那在创业的过程中，我也时常看到有人赚了好多钱，然后商业模式很棒怎么样的，然后参加了很多厉害的竞赛等等的，厉害的一群人。对，但是当你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跟你展现脆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也有仰望的其他人，他们也有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在社会框架下哪一个 level， 他们都会看到更好的人，都会产生属于他们那个阶级的自卑。对。所以当你了解到这点，当你了解到这是一个共通的人性，就是不管是你还是比你厉害的人，是你的前辈你的后辈，他们都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还是专注在自己就可以了。对。这是一个心理学上说在自我慈悲里面的一个共通人性。对。共同人性是你知道你的脆弱，也同时在这个世界上80几亿人里面有很多人跟你共同经历着的时候，那样的负面感受就会大大的下降。所以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去思考你的负面事件是不是也有其他人也在共同经历，然后也找到那群人跟他们聊聊看。我觉得跟别人聊聊看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就可能插出去讲一个跟社群媒体有关的事情，就是刚刚前面讲到说社群媒体上大家展现出来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其实心理学上面有一批的文献是将社群媒体的使用分成2种，一个叫做 passive， 一个是 active， 也就是被动跟主动。结果发现呢，如果你是每天就被动的滑手机看别人的限动，你就是越来越不幸福。可是如果你是主动的去跟人连结，然后去比如传讯息给别人的话，你会变得越来越幸福。那我觉得这个差异好像就是在于刚刚所讲的，当你去探问别人最近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并不一定完全像你想的这么好，那你自己也不像你自己想象的这么坏。其实大家同辈人其实都可能在面临类似的烦恼，那可能自己也有的比别人更好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我刚刚想到那个过程动机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感觉可以实作的面向是可能你每一天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去反思这段时间自己获得了什么。因为其实在心理学上面我们知道 learning 跟 performance， 你的学习跟表现有的时候是有差别的。当你的表现很好的时候，其实你学到的东西并不多，但相对的如果你表现的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其实代表你正在学习。所以当表现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去反思自己学到什么，我觉得也蛮重要的。我好喜欢家人的总结好会总结。对，当你了解到自己大脑的机制跟人性本能的这样的运作机制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好的去跟自己相处。这也是心理学告诉我们的线索。对。那刚刚还有想到回到这个换工作的这个议题，那就是我在上一篇的科普文当中有写到几个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获益的方法，包括说在错误中学习啊，然后建立个人口碑，持续的自我提升。那我们也常常观察到说有些人他是真的可以在混乱的环境当中，比方说不断转换工作，越换越好，或者是活得越来越好。那可能是一些 P 人吗？我不晓得，就是说他可能不会对人生有那么多计划，但是他会越活越好。到底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共同的特质？
可能有看到身边有这样的人，那他是有什么样的特质可以让他在混乱的环境当中反而是变得更好的？没错，我刚刚讲到特质，那讲到特质，我们就会在探讨说，能够容忍这样不确定性的一个特质，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对，那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要先来讲这个特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心理学里面就有一个叫做不确定性容忍度，就是 the tolerance of uncertainty。对，那就在讲说，在一次一次的不确定的时代里面，到底你怎么去培养这个不确定性？那心理学家就发现说，造成焦虑的原因永远都不是因为那些不确定的事情、那些苦难的事情，而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不确定性、这些模糊的情境。对，那面对这个模糊，这个就变成一个负面循环哦。就是你每次发现有一个困难事件发生了，然后你对自己的信念是我一定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我没有能力，对，我没有用。那你就不会去解决它，那你就会变成一个负面的回圈。你下次再遇到更高的挑战，或是你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情境的时候，你也是用这样子不对的信念去面对它，那你的不确定性容忍度这个特质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所以它其实是你怎么面对你的困难事件。对，当一个焦虑来袭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从控制者的身份转化成观察者的身份？你去观察自己的焦虑怎么上升的，然后在遇到这个焦虑的时候，你的生理状态是怎么样？对，你是不是会冒冷汗，是不是会发抖？那他这个焦虑来到最高潮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情况？你是不是就是看着它怎么上升，怎么下降？还是你就选择逃避，不去看它？对，把它当成一种讯号。而且我觉得好像刚刚那个例子有点像是我们健身的这种例子嘛，就你不要觉得说我现在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不断的去练习我应对困境的方式，跟勇敢的去挑战它，然后我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就很像是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最近开始要注重自己身体每天要注重要有一定的活动量的时候，那比方说以前如果我看到一个楼梯要爬，我就说好麻烦这边没有电梯要爬楼梯。可是我现在就会转换一种思维，因为我觉得说我最近应该要找时间利用零碎时间运动，所以看到一个楼梯爬的时候反而很高兴，觉得说这是我一个可以运动的机会。所以就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吗？就如果我每一天我之后遇到每一次的困境的时候，然后我的想法是说还好这次遇到这个困境，让我可以有一个学习机会，或者是说我知道我现在虽然很紧张，但这个是一个成长的开始，所以就能够去转换我面对这个困境的想法，甚至可以从中获得更多。信念决定一切。对，就是那个制胜心态嘛，对，制胜心态里面讲的这个。OK， 那另外有另一个方面跟这个转换工作还有关的一个议题是说，前面我们讲到了很多你比方说不断的转换工作，你可以学习到更多然后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位置的这些面向。但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样子的结论也会觉得说，可是第一个我可能会不会是多元尝试其实是富二代的特权之前很流行讲特权这件事情，就觉得说你不断的去转换是因为你比较有好的经济条件基础。很多同学毕业之后可能就是要面临高房价高物价的环境，那比起尝试他也只能选择一个更稳定的工作，因为他就是需要先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才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或者是说也有一些人他已经决定了他未来的职涯就是要做某一个工作，可能是工程师可能是心理师。那这种相对稳定的生活，如果今天是你处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条件底下，就是你要过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但是他今天又听到了你这集 podcast 就说哇，又来讲的真有道理，我真的应该多去尝试不一样的生活，可是我现在就没有办法那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生活增加一点点的不确定性呢？我很谢谢嘉安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常常很多朋友或是工作坊的学员会问我的。那首先呢，讲到富二代这件事情，就是能够去面对这些不确定性，不断的去换工作，不断的去有很多的选择，会不会是富二代小孩的特权？那我觉得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然后阶级是存在的，是那资源一定不是完全的公平公正，是富二代的资源一定比穷二代的资源还要多，但是这些都是
外在的框架。当然我没有一个立场去说就是一定是这样子，我只能从我的立场去出发，去告诉大家，然后从心理学里面去找线索。那其实富跟穷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外在的框架，每个人都有框架，我相信富二代他也有自己的框架，他一定也有来自长辈们的期待，整个家族的寄予厚望，这也是一个压力，这也是一个外在的压力。但是面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这件事情是由内在出发的，它是信念。信念是一个人你怎么看待你所处的环境，你现在手上拿的是一副好牌，还是你手上拿的是一副坏牌，但是最后结局会怎么样，还是取决于你的信念如何。其实你去看那些创业家，到底最后成功的人是富二代比较多还是穷二代比较多？其实是穷二代比较多，其实最后是发现穷二代是比较多。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面对了更多的挑战，他拥有更多不确定性的条件来磨练他自己，让自己有更多的武器。如果你没有这么多外在的枷锁，你怎么去磨练？你每天就是吃饱躺平就好了。当然我不是说富二代一定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也有很多富二代他是有自己的压力在，那是隐性的，是外在社会看不到的。但他怎么去用他的信念重新去看待那些困境，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一个自己身上的装备，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就是去区分外在的框架跟内在的框架。既然有外在框架，那无法改变，那就让它在那边框住你吧。但是你怎么去改变自己的内在？内在的框架是可以改变的。对，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耶，就是原来我没有想过说富二代也有自己的框架跟局限性，因为我可能是从不会去往这个方面去想，但是我之前有跟一个朋友讨论到一个类似的一个议题，就是说发现好像真正在创新的那些人都不会是他天生的财富或者说他的原生家庭背景是 PR99 的那些人他可能都是中上或者是中等的而已。那因为你那些就是原本 PR99 那些人，他就是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他可能也不会想要去挑战什么不确定性，那他已经有这么多的财富跟地位，他就是继续照着他的生活这样下去走。反而是我们身处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可能更有机会去思考，我要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可能性，然后让我的人生创造不一样的精彩。对。那刚还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可以给不同，或者说我觉得自己天生没有那么强，比如不管是在天赋上面或财富上面没有那么强的一个信念。我之前有听到一句话蛮好的，好像是鲁迅说的，他说你的朋友鲁迅，对，我的朋友鲁迅说他说你已经穷了，那你为什么不折腾呢？就是你已经处在一个相对，我觉得这个穷它不一定是只是限定财富而已，有可能天赋啊等等的，就是你已经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阶段，那你的生活本来就辛苦了，那你何不去尝试，勇敢尝试一些更不一样的事情？你横竖都要辛苦，那你就去尝试一些，挑战一些不一样的世界。没错，有时候拥有太多也是一种失去啊。拥有很多，你就永远都在担心你做挑战的机会成本很高，但你 nothing to lose 的时候，你就去闯，豁出去了。没错，对，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是信念，就是比如说那些比较没有那么多资源的人，那同样是没有资源，有些人就会选择去网络上找资源来学习，他不一定要去美国读一个什么很厉害的学位，花一大堆钱，他也可以去线上，现在有很多线上的资源可以学。但同样是这样的状况，可能有些人就选择怠惰，选择活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没有去向上学习，去突破自己的框架。我觉得都是内在的信念导致的。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说，我们会以为那种多元尝试，可能是因为社群媒体或者是一些各式各样媒体带来的标签，我们会想象说那些你要转换不同的工作，你可能都是斜杠一些很高端的一些职位我同时是某某创业家，同时又是某某的什么什么什么钢琴家、表演家，然后都会贴上一个甚至超越中产资产阶级的一个标签。那其实好像，但是如果我今天只是要尝试不同的身份，我不一定要是这么高成本的一些身份，我也可以是，比方说想到我可以是一个 podcaster， 但我也是一个硕士生，然后我也可以是一个某某领域的学习者。学习者这个身份我觉得就很可爱，然后它就是可以可大可小，因为学习是一件没有什么成本的事情。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我有看过另外一个作家说过，说读书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
那些作者他一辈子的精华就是出那么几本书，人家一辈子的知识都在里面，那你花几百块就可以得到。所以也许作为一个某某领域的学习者，这也是一种身份的挑战，而且它并不一定是要花这么高的成本的。没错，也扣合到你刚刚的第二个问题，就你原本有些人就已经想要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比如说我就是想要成为一个研究者，我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心理师，那我怎么去增加自己的不确定性？对，我觉得这也跟现在的人追求斜杠这件事情有一点关系吧。就现在的人会追求我要有多重的身份，但我觉得就可以重新的去思考这个叙事这个句子背后代表是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是你觉得有人会跳舞很厉害，那我就要去成为一个舞者，然后我同时要有的工作，我两个都要做得很好，还是你本来就在做这件事情，斜杠让你有了标签？如果是你本来就喜欢跳舞，你本来就喜欢创业，你本来就喜欢做研究，那斜杠的这个身份进来的时候，不是让你去多做更多事情，而是为你原本的生活加上了标签而已。其实生活本来就是各式各样的面向所组成的，我们生活就算只有一份职位，也不可能只有这个工作本身占满全部。没错，心理师这个职位里面一定有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心理师，或是我跟那个来晤谈的人的关系是个案是什么样子，对，那或是不是我要在自己的咨商所也有做内部的创新，那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身份？那我觉得这个身份一定要去思考，是内在动机驱使还是外在动机驱使？是这个社会觉得他好棒，你想要被拍手，你想要获得掌声才去为自己新增一个身份，还是你本来就喜欢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是你本来就喜欢，就像你刚刚说的学习者，在社会看来还说学习者会是一个职业吗？会是一个身份吗？但你自己认可，那有何不可？对好棒啊！我觉得就是有分成，我们探索其实不一定是外在标签，也可以是从向内寻求，找到更不一样的。就我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这也是一个斜杠身份啊，很有趣，很有趣。好，那我想今天的对谈的部分就先到这边。好，那接下来的进入到这个环节呢，叫做就是 AI 工具的介绍。好，是这样子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很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当下的焦虑等等的议题。那所以在今天的 AI 心理学时间，我们就要向各位介绍这个工具，叫做时空信使。哲学家卡缪曾经说过一句很美的话，他说：“对未来的慷慨就是给出我的现在。”但是在现代生活当中，人们却不一定能够做到为了未来的自己在当下努力付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会偷懒，就是会拖延，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位专门研究未来自我 future self 的重量级学者 Hirschfeld 曾经通过一个实证研究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说原来人类的大脑在看待未来自己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因为你既不知道未来的自己他是长什么样子，他要的是什么，然后一点也不清楚他到时候在比方说10年后20年之后，你的身份你的生活的状态会是什么。所以你之所以没有办法在现在努力的去健身，去储蓄，去为了未来去做一些事情，去投资自己，是因为这种感觉就好像你要把你现在当下的钱跟精力白白的去送给一个陌生人一样。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解决方案。他说，那你可以写信给未来的自己，或者是增加对未来自己的想象，仅仅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就可以大幅的提升人们的储蓄率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感。这个研究是10多年前的，在现在我们可以透过科技做到更多的事情。最近有一篇来自就是这个 Hirschfeld 他跟 MIT 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最新研究，题目就叫做 Future You 未来的你。这篇研究呢，它开发了一套系统，它不仅仅是让你可以写信，还是可以让你直接跟未来的自己对话。这套系统它会根据你现在的人格特质以及样貌，还有你的目标跟恐惧，生成一个60岁的你，然后你就可以根据这张照片生成一个老年的头像。那这个研究发现，仅仅是跟这个未来的自己传讯息对话10几分钟，就能够产生2个强大的心理效果。第一个是显著的降低焦虑。当你在焦虑，不知道能不能和这个对象走到最后，或者是担心现在所做的探索都没有意义，现在的付出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那这个未来的自己
60岁的你会告诉你说，年轻人不要害怕，人生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未来有一天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属于自己的幸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对话，就能够大幅的降低对未来的焦虑跟恐惧。第二个，它可以增加未来的自我连续性。你会突然意识到，那个30年后的自己其实就是现在的你延伸出去的结果，他不再是一个陌生人，那种连结的感受会让你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有智慧的老朋友，都能够让你看到有动力去做出现在最好的选择。所以如果你现在感到迷惘的话，不妨试试看这个提示词。如果你长期跟你的 ChatGPT、你的 Gemini 互动的话，你可以跟他说，请你模拟30年后的我，那现在的我是23岁、20几岁，正在为什么什么事情感到焦虑，那请你以过来人的身份，结合我的性格，写一封信告诉我，无论世界怎么改变，我身上有哪一些特质是不会改变的。当未来的自己不再陌生，现在的冒险就有了意义。听完今天家安分享的 Future You 未来你的研究，我一直在想，如果30年后的我站在我现在22岁的我面前的话，他会对现在正在沙盒这个不确定沙盒里面玩得满头大汗，甚至有点不知所措的我会说些什么话呢？那我觉得听完今天的 podcast， 我就想他可能会笑着对我说，不要担心那些看起来像是白费浪费的力气，对，因为未来的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陌生人，它是一个过去现在连接在一起的综合体。对，那很多人会害怕多元尝试会导致自己的履历支离破碎，怎么一个工作才做半年，然后下一个雇主不要我，甚至会觉得换工作是失败的一种表现。但是我觉得可以用我们节目的核心提示词的这个概念来回应这份焦虑。对，就是在玩 AI 或是跟 AI 聊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在第一次下 prompt 的时候就得到完美的结果。我觉得每一次工作的转换，或是你在跟 AI 玩这个输出的内容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它是失败，我们会说它是迭代。对。那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就是20几岁的我们，就是处于家安说的，在那个不确定的沙盒里面玩耍。是对，但每一次的工作转换跟每一次身份的这个尝试，其实都是在为你的人生下 prompt，你都在修正你的提示词。对，如果现在的这份工作让你觉得很痛苦或是不适合，那并不代表你的人生的 prompt 写坏了，就只是在回馈你说这个指令不适合你的价值观，那请你修正后再试一次。对，这一次下不好，代表你有累积了经验，那下一次你就会下得比谁都好。感受自己的成长。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关于要多元尝试还是及早专精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核心都不在于哪条路最正确，不是在告诉你你应该要做哪件工作，对，而是去思考自己是不是能够去培养，去拥有不确定容忍性的这个能力，这个特质。对，我觉得20几岁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因为我们都有重新站起来的成本。是，没错。所以与其逼自己要在22岁找到一辈子的志业，不如把每一份工作和转换都看成是在下提示词，那测试看看这个世界会给你什么回馈，测试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对，那今天的人生提示词就是人生没有错误的指令，只有不断优化的迭代过程。那今天的人生提示词节目就到这边，我是嘉安，我是佑兰。好，那我们人生提示词我们下集见，再见，拜拜拜拜。